助词了什么时候用，怎么用，是很多学习汉语的同学感到头疼的问题。甚至汉语水平达到高级阶段的同学，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。特别是老师在平时批改同学们的作文的时候，很多同学在该用了的地方没有用了，不该用了的地方反而用了了。好，那么使用了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？那么这节课就和缇娜老师一起来学习吧。好，在上几次的视频中，我们已经讲过了动态助词了和语气助词了的用法。那么在这节课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简单的复习一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白板。助词了可以分成动态助词了和语气助词了。那动态助词了呢，常常是在动词的后面，说话人想表达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，实现了。我们习惯把动态助词了叫做了一。语气助词了呢，常常是放在句子的末尾，表示变化。它呢还可以确定各种语气，达到成句的作用。我们把语气助词了习惯叫做了二。好，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对话，你和老师一起来找一找这个句子里哪个是了一，哪个是了二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句我吃了，2我吃饭了，3我吃了饭了，4我吃了饭。好，我们先不管哪个句子是对的，哪个句子是错的，我们先来区分一下句子当中哪个是了一，哪个是了二。好，我吃了，吃是一个动词，后面有了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是了一，表示吃这个动作完成了，实现了。好，我吃饭了，我是主语，吃是动词，饭是宾语 object，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。那么句子的末尾加了了，我们知道这是了二，语气助词了表示一个实现的语气。好，第3，我吃了饭了这句话，有的同学说，诶，老师，这个句子里面怎么有2个了呢？好，那么这个情况呢，就是了一和了二同时使用的情况。吃是动词，后面的了是动态助词了。那么在这个句子的末尾呢，又要加上了语气助词了。在这儿同学们要注意一点，这儿呢有一个规则就是有的时候在句子末尾有语气助词了的时候，动词后边的这个动态助词了，也就是了一，我们可以省去不说就是可以说，也可以不说不说的时候呢，它的形式就和第二句是一样了。所以后边的这个了呢，它既可以表示了一，也可以表示了二也就是说，这个了它既可以表示吃这个动作完成了，也可以表示吃饭这个事情实现了，表达了一个实现的语气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一点呢，我们要来记住。好。第4点，我吃了饭。好，当老师说这个句子的时候，因为有的同学已经看了以前的视频我们这个句子已经讲过了，它是一个错的句子，是吧？对，就说话的人说我吃了饭，那听的人觉得好像这句话没有说完很好。好，我们先来判断一下，那这个了呢，我们知道它是了一，动态助词了，因为是在动词吃的后边，对吧？好，这儿呢也是有一个规则，当动态助词了，它的后面如果有一个宾语的时候，
它可以直接和宾语一起搭配吗？哦，不可以的啊，不可以。所以呢，在它们的中间一定要有一个定语。啊，定语啊可以是量词。比如说，我说，我吃了一碗饭。啊，一碗，这是一碗饭啊，我吃了一碗饭，可以，一碗是数量词啊。好，还可以说我吃了一顿饭，顿。啊，我们一般是一天吃3顿饭，对吧？啊，顿一顿也可以，这是一个动量词啊，它也可以在动词的后面做一个动量补语，也可以叫动量词啊，这个也是可以的。好啊，那还可以呢，可以是形容词啊，可以说我吃了很多饭。啊，多是形容词，这样说也可以啊。还有呢，这儿还可以是代词啊，比如说我吃了他的饭。啊，他是人称代词啊，就是这个饭不是我的，是他的，是别人的啊，所以我吃了他的饭，他是人称代词啊。在这个动态助词目的后面有这样的定语的时候呢，它才使这样的句子呢是完整的啊，是完整的句子。如果这样说的时候呢，这个句子是不完整的，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好。接下来啊，有的同学就会问了，说老师啊，1、2句呢，我知道啊，怎么问？别人问的时候会说，你吃饭了吗？我可以回答，我吃了，或者我吃饭了，都可以，对吧？那第3句老师他会怎么问我呢？啊，说我什么时候要说我吃了饭了呢？啊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就是刚才老师讲过说，这个句子了一是可以省略的，但是有的情况下呢，也会说也会说了一的啊，那常常是这样的。比如我去朋友家，主人呢问我，你吃饭了吗？啊，我回答，吃了。也可以说我吃饭了。这2个都对啊。然后呢，主人又说，主人非常的热情啊，他说你再吃点儿吧。啊，他想让我再吃一些。那么呢，我想告诉他，我真的吃了啊，我真的吃了，来强调吃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，我就可以说，我吃了饭了。啊，真的吃了。啊，强调呀，这个吃这个动作是真的吃了，真的完成了。好，还可以说呢，我吃了饭了，再吃就撑死了。
撑就是非常非常的饱啊。在这个死了，并不是说真的死了啊，在这儿的死了呢，它是表示一个程度很高，就是我太饱了，我再吃的话，我的肚子就要破了啊，这样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在这儿呢，它是一个程度，表示程度的啊。好，可以说我吃了饭了，真的吃了，或者我吃了饭了，再吃就撑死了啊，可以这样说。好啊，跟我读，你吃饭了吗？吃了啊。你吃饭了吗？我吃饭了。好，都可以。你再吃点吧。啊，你再吃点吧。我吃了饭了，真的吃了。我吃了饭了，再吃就撑死了。很好，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说一下，当我们问你吃饭了吗，还可以有一种问法，就是你吃了，你吃饭了没有？这两个问句是完全一样的啊。好，我可以说，吃了，我吃饭了。好，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吃了的否定回答是什么？有的同学说没吃了，对吗？不对。好，因为在否定回答中了一定没有一定有没，一定没有了要说没吃。没吃，还可以说呢，还没什么呢？可以这样说也可以吧？我还没吃呢，我还没吃呢，是一样的。好，有的同学说，老师，我可不可以说我不吃不可以在这儿，如果有了的时候，它的否定一定是没吃了一定没有，也不能说不加动词，不可以在这不可以，一定要记住这个非常的重要。